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啦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还是在桂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上一期视频之后，有很多粉丝想让我介绍介绍敦煌的莫高窟，想要了解石窟文化。但是别着急啊，咱们把桂林的山水先看完了，然后再给大家安排上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来看看桂林的地标日月塔。为什么要叫日月塔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从酒店打车到桂林日月双塔公园，进入公园，我们来到售票处，买一张35元的灯塔门票。接着我们穿过廊桥，沿路我们可以看见各种中式的飞瀑小景观，充满着意趣。来到日月双塔其中的月塔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琉璃装修的7层8角宝塔，看上去非常的庄重典雅。我们一边登塔一边了解一下日月双塔的历史吧。据说日月双塔的前身是在唐朝时期，由东渡日本传法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，在桂林居住传法1年的时间内，筹集善款建立的2座塔，名为日月。但是因为时间久远，原来的塔已经损毁了，在2001年之后，才在原唐代佛塔的遗址上重新建立了日月双塔，也就是现在的日月双塔。月塔呢，我们也叫它琉璃塔，因为它以青灰色的琉璃瓦铺就，看上去通体颜色非常的亮丽。月塔呢，我们登塔需要一层层走楼梯上去。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层的门窗都刻有花鸟的浮雕和彩绘，特别美丽。等到最顶层的7层，高度是35米，这时候观景台的通道就变得窄小了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四周远眺看到美丽的象鼻山。上一期咱们就去的象鼻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看了这水月洞里面的石刻。那月塔观看完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日塔瞅一瞅啦。我们来到日月双塔的水下连接通道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水下。日塔和月塔不同日塔是一座整体由铜打造而成的塔，所以我们也叫它铜塔。它可是创下了3项世界之最。它呢是世界上最高的铜塔，它全高41米。它呢是世界上最高的铜制建筑物，以及是世界上最高的水中塔。从日塔底部乘坐电梯，没想到这居然连电梯都是全铜的。我们直接来到塔的第7层，塔身呢一共有9层，第8层和第9层是需要我们自己走上去的。那我们上到塔顶，从塔顶俯瞰，桂林秀美的湖光山色尽收我们眼底。等到日落时分，我们来到湖畔，等待着最震撼的时刻。在日暮四合的时候，日月双塔的塔身灯光会突然亮起，日塔通体是金黄色的灯光，就像金具在燃烧一样。月塔呢是清冷的银白色灯光，让月塔看起来就像银月澄碧。双塔的倒影在湖面上碎成了千万的星辰。这一刻，我好像真的看见了日月同辉的景象。我也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当地人常说日月塔是桂林的魂。因为这里既有着历史的厚重，又有匠心的灵动。我们既能在白天观看唐宋的风韵，也能在夜晚坠入琉璃梦境。来桂林的朋友们，可一定不要错过日落时分的亮灯时刻哦，相信你看到也会为之赞叹的。下一期我们要离开桂林，去到附近的阳朔，没错，就是大家课本封面出现过的山水之地，你们期待吗？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